婚礼当天，新郎江毅却迟迟没有到达现场。江母接了一通电话，说江毅因为白血病正在被送往医院进行手术。为了救他，我义无反顾地签了江母递过来的骨髓捐献单。我死在了手术台上，我们的孩子也没能保住。死后，我的魂魄离开身体，想去看一看我爱了6年的男人，却发现江毅好端端地搂着他的白月光江雨柔躺在我们的婚房。把他卖掉后，我们终于有钱可以周转公司了，也终于可以娶你了。原来他假装生病是为了卖掉我的骨髓，只为了能和江雨柔私奔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婚礼当天。这一次，我定会让他万劫不复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重新回到婚礼现场，我心里没有如同前世那般的欣喜，眼底只剩无尽的恨意。如果我没记错，此时的江毅正在和他的白月光准备共度良宵，海誓山盟。而我即将面临新婚当天惨遭抛弃，婆婆和老公即将置我于死地。可偏偏上辈子的我还心甘情愿地跳进这个精心搭建的陷阱里，心里绞痛得厉害。我想不明白，付出了6年青春的代价竟然如此惨重。二人缠绵在一起的身影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可时间紧迫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破局，只有活下去，才能改变这一切。这次的婚礼就是一场鸿门宴，江毅是根本不会到场的。我昨晚激动的一夜没睡，3点就起床做好妆造，期待这一刻的到来。此时有些眩晕的站不稳，我急忙走到席间，拿起喜糖吃了一颗。没想到江母走过来，狠狠推了我一把。由于穿着裙子不方便，我摔倒在空地上。你干什么呢？家里委屈你了，客人的东西你也拿。一瞬间，无数道目光聚集在我身上，奚落、审视、嘲笑。江母在外面从不给我面子，美其名曰是怕我以后欺负江毅，可这些都是上辈子的我忍让出来的。毕竟是男朋友的母亲，我从来都是不想闹得太难看，也不想让江毅夹在中间为难。可我的退让换来的是他的变本加厉，而江毅也从来不愿意为我说一句话。这个现场的布置以及所有的伴手礼都是我全权负责的，只会多不会少。江家1分钱都没拿，现在我花我自己的钱都落个不痛快。我捏了捏拳头，既然决定要开始复仇，那我不想再受任何一点委屈。我艰难地起身，走回到礼堂中央。大家都散了吧，这个婚不结了。全场一片哗然。我突然提出退婚，大家都觉得我疯了。也对，我和江毅从大学开始就是人人羡慕的模范情侣。可这份幸福是我小心翼翼维持起来的。不止今天的婚礼，我其实永远是被抛弃的那一个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江母皱起了眉头。小林，不是我说你，这种场合就不要闹了。江毅最近为了公司的事情忙得很，不就是晚来一会吗？你就不能体谅一下？而且我不就是说了你一句，怎么就开始闹脾气了？江毅的公司最近的确出现了资金问题，但他们全家不知道的是，我才是公司最大的股东。本想着结婚当天宣布我是林家千金的身份，家里一直不同意我和一个穷小子在一起。但如果我们已经结婚，父亲不可能不帮忙，让公司渡过难关。可谁知，我精心准备的一切，倒显得我像个傻子。想起之前的自己被恋爱脑支配的恐惧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江毅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联系不上了。婚礼现场不露面，任谁都会多想吧。阿姨这话明里暗里都在怪我。
是知道您儿子没有出现的原因，在故意扰乱大家的判断能力吗？他今天不到场，不仅是对我的忽视，也是对在座各位的不尊重。既然这样，我看这个婚真的没必要结了。我刚想转身离开，一阵突兀的手机铃打断了我。江母举起手机，冲着台下高声说道：“大家别听他瞎说，看，是我儿子的秘书的电话，一定是有事耽搁了。”刚接通，电话那头就传来江雨柔甜腻腻的声音：“喂，阿姨，江总被查出来得了急性白血病，现在要被送到医院去。”什么？那医生怎么说？江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医生说现在只能换骨髓，但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对了，嫂子是不是和江总一样的血型？不知道可不可以捐献骨髓？江雨柔意有所指道，矛头瞬间指向了我。江母走上前，想要上前拉我的手。对呀，小林，你们两个血型一样，看在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份上，能不能帮帮他？算阿姨求你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避开他的动作。上一世就是这样。得知江毅出事后，我被痛苦冲昏了头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。这次的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演戏。我还记得身体被撕裂的疼痛，冰冷的仪器在我耳边不断回响的声音。可这次我不会轻易让他们得逞了。看出我的小动作，江母顿了顿，刚才被我当众回怼，加上我现在极其不配合，江母眼中闪过一丝阴霾。她转头向着嘉宾席的亲戚们说：“大家帮我劝劝小林，患难才见真情。江毅平时对你多好啊，你可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。”亲戚们都是江家一伙的，此时也你一言我一语的劝说起来了。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拜托你们有点常识可以吗？我也需要匹配一下才知道能不能捐啊。再说了，不是直系亲属配型，成功率会更大吗？大家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，都愣了一下。我邀请来的朋友也有人反应了过来，开口替我说话。就是啊，你们为难人家一个小姑娘干什么？那么多人都能匹配呢？江母此时有些着急，只见她眼珠子一转，开始嚎啕大哭起来。你们就欺负我老婆子，啥也不懂。人家医生都说她可以，你们在这里瞎掺和什么？哎呦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，真是老天不长眼，怎么给我儿子找了个这么白眼狼的媳妇？我眼见他要开始撒泼耍赖，立刻拨打电话给我的私人医生。我特意开了免提，抢过司仪的麦克风，字正腔圆的科普知识从音响里播放了出来，是直系亲属捐献的成功案例。我直直地盯着江母，开口道：“听到了吗？我可就这一个老公，可千万别摊上见死不救的妈呀！”眼见我油盐不进，江母眼底生出一丝狠戾。我告诉你林初，今天这骨髓你捐也得捐，不捐也得捐。话音刚落，我的周围立刻围上来几个身材强壮的大汉，他们架起我的胳膊就要带我走。我叫来的朋友比较少，他们想拦住也没有办法。我拼命挣扎，可越挣扎拉扯我的力道就越大。说不慌乱肯定是假的，毕竟上一世没有闹到现在这一出。拉扯中，我按了下手机的快捷键，很快我就被带到了熟悉的医院。上一世的我根本就没有进行配型，就被草率地按倒在手术台上，细长的针尖扎进我的身体，疼得我浑身发抖。江毅本身就没打算让我活，硬生生活剥了我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。想到这，我心里就忍不住的直犯恶心。更可笑的是，这家医院是我为公司员工收购的，目的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福利。没想到被江毅拿来草菅人命。几个大汉带着我来到手术室中，
狠狠地将我扔在手术台上。我的后背生疼，可还是强忍着起身对抗。我还不能死在这里，我还没有复仇，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，真是给你脸了！去，把他绑起来！江母推了一把离他最近的医生，我看你们谁敢动？我可是林氏集团的继承人。看着医生手里明晃晃的针，我咬着牙，冷声呵斥道：“吃！就你还敢冒充林家大小姐，也不撒泡尿照镜子！”江母鄙夷地望着我，医生还是个有点头脑的，听见我这么说，有些犹豫问道：“江太太，您看，江总夫人确实姓林啊。”其他人听见了，也都默默地后退了一步。谁都知道惹了林家的后果是什么。眼见没人上前，江母狠狠踹了医生一脚，夺过他手中的麻醉针，走上前来，一把抓住我的头发。怕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！他要是林家大小姐，我就跪地上磕10个响头。借此机会，我一口咬在他的手臂上，痛得他大声尖叫起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还不上来按住他！几个大汉立刻上前按住我的手脚。小贱蹄子，你敢咬我！说着，江母狠狠打了我几巴掌。我吐掉嘴里的血水，抬起头望向他。我说了，你会后悔的。听到威胁，江母又打了我不下10几个耳光。终于停下来后，我瘫倒在手术台上，哈哈哈哈！看看你的样子，像一条死狗一样。我江秀月敢做敢当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后悔。说着，他一把夺过医生手里的麻醉针，高高举起手向我刺来，一声惨叫，可惜不是我的。我抬头，是从小陪我长大的李管家。此时他冲进了手术室，一把扭住江秀月的胳膊。是谁敢这么猖狂？人群的最后传出一道威严的声音：“是父亲。”刚才在现场混乱的时候，我赌了一把能不能联系到他。男人疾步走来，看着他，我的眼眶忍不住湿润起来。上辈子我死后，一向高大的父亲为了我的事压弯了腰，一夜之间白了拳头。此时见到他依旧意气风发的样子，我的心里实在复杂难言。医生此时脸色已经惨白了。林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江母此时也反应过来，立马堆起笑脸：“是林总啊，我们在处理家事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是有何指示呢？”男人抬眸扫了江秀月一眼，冷笑着开口：“我再不来，我女儿就要死在你们手里了。”什么？江秀月哆嗦了一下，她在飞快地想着应对方法。刚才做的事情应该没有被看到。他这儿媳妇平时对他几乎言听计从，今天怎么这么反常？但此时他也别无选择，只能再赌一次。儿媳妇，刚刚都是玩笑话，我也是救人心切啊。你最喜欢江毅了，你肯定也希望他好起来吧？我看着他变化的嘴脸，知道他在拿他儿子压我。他知道我对江毅用情至深，他们母子都最善用我的弱点来大做文章。可我早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林初了。我想了想，开口回答：“你也知道，只要我林家动手指，你儿子的公司就能直接破产。你想让我原谅你吗？”江秀月连忙点头作揖，完全没有了刚才盛气凌人的样子。可我偏不想让她如意。我咧开嘴笑了笑：“那就按照你刚才说的，磕满10个响头吧。”我想我的表情一定有些瘆人，可我就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。江秀月退后一步，跌坐在地上，咬了咬牙，心里想着：没想到这件人真的是林家人。为了儿子能够平步青云，只能先以退为进，等林初进了江家的门，就可以随意拿捏了。我看着江秀月满脸屈辱，却强忍着将头一下一下磕在地上，内心的疯狂在肆意生长。江秀月在抬头时，
额头上已经渗出星星点点的血迹。他虚弱着开口：“儿媳妇，叫我林小姐。”我冷淡地打断：“林小姐，可以了吗？对不起，不原谅。”江秀月错愕地抬起头，正对上我戏谑的目光。她像是明白了什么，刚想打电话求助，我一个眼神，李管家上前一叫，踢开他的手机，管好他的手机，顺便带他下去做配型。没我的命令，不允许离开医院半步。得了我的命令，江秀月立刻便被捂住嘴带了出去，其他人也随之离开。我现在还不想那么快地暴露身份，我要一点一点让江毅下地狱。手术室很快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人，我缓和了一下，看着父亲坚定地说：“我不想和江毅结婚了。”父亲叹了口气，没说什么，只是走上前，轻轻地拦住我的肩膀：“好孩子，我们回家。”坐在回家的车上，我还是恍如隔世。父亲宽大的臂膀让我心里生出许多安全感，还好是现在，还来得及。一想到上辈子在我死后，江毅赶尽杀绝，我的父母甚至不能安度晚年，恨意在心中啃食着我的血肉。我攥紧拳头，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这次我要保护好我的家人。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家中，我向父母讲述了今天的遭遇。母亲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拉着我的手。我就说江毅不像是托付终身的人，他们竟然敢做出这种事情来。我现在就让 A 市所有公司封杀他，敢这样对我林承安的女儿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父亲也在替我打抱不平，我心中感动，但还是开口回绝道：“爸妈，女儿知道你们心疼我，但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好吗？我不会再重蹈覆辙，只是不想就这么便宜了他。”又游说了好一会，爸妈才勉强答应了下来。他们不知道我的经历，只想让我尽快远离渣男。望着父母还年轻的面庞，我发誓不会再让他们替我担心。晚饭后，我回到房间。上辈子我不停地为了江毅奔波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过家了。躺在柔软的床上，我还是忍不住想哭。说不委屈肯定是假的，相识相知6年的枕边人竟然是恶魔一样的存在。其实我早就发现他和江雨柔有些不对劲，是我的爱成为他的免死金牌，伤害感情已经不可饶恕。可最后他竟然想要我的命。我理清思绪，想了整整一夜，终于制定好了我的复仇计划。第二天，我顶着黑眼圈来楼下吃早饭。往常在家里，我都是睡到自然醒。爸妈见我这么早下楼来，都有些吃惊。我跑到妈妈身边撒娇道：“我就是想多陪陪你们。”和家人温存了一个早上后，我收拾妥当，准备出门。先让李管家把我送到了我和江毅的婚房。踏进这里，回忆不禁涌上心头。房间每一寸都是我精心布置的。我还曾经幻想过，我们的孩子会在这里出生，我们一家人永远幸福地生活在这里。可现在，我强忍着恶心，一步一步走向主卧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上辈子的我已经在昨天死在了医院里，而他们二人则在刚刚布置好的婚房里行苟且之事。打开门，腥臭味混着汗味扑面而来，床单已经被弄得乱成一团，地上扔满了纸屑，被子也掉在了地上。那是我妈亲手缝制了几个夜晚的成果，可如今皱皱巴巴的被遗弃在地上，像极了我失败的婚姻。我叹了口气，忍住想摧毁这里的冲动，在房间各处安置好摄像头，不能被情绪左右。现最要紧的是收集证据。做好这一切，我回到客厅的沙发上，静静地等待江毅回来。刚坐下没多久，就听见门外传来嬉笑吵闹声。
不一会就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，女孩的声音欢呼雀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对新婚小夫妻恩爱至极。江一刚一打开门，就看见林初坐在沙发上，笑意盈盈地望着自己，吓得他差点夺门而逃。而我知道他在慌张什么，此时的我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想到这，我率先起身对他说：“江毅，你没事了，我都要担心死你了。”看我没有质问他的意思，江毅试探性地接着我的话说：“小初，你怎么在这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这不是我的家吗？倒是你，怎么不好好在医院待着？我都要担心死你了。”对，医生说我这只是初期，可以不用在医院，我就回来了。江毅吓得舌头打结。对了，咱妈呢？我了然地点点头。他这么问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昨天理应该是江母全权处理关于我的事情。我装出一副懵懂的样子来，不知道呀。昨天我去医院，本想着救你，可医生说我与你型号不匹配。阿姨听完之后就和医生走了，我也联系不上他，这不应该啊。江毅喃喃自语道：“当然不应该了，因为他们都是串通好的，不管我能不能匹配得上，都不应该放我走。”我在心里重重地冷哼一声，表面上却还是装作担忧的神色，嗔怪他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都不相信我的话了？亏了我昨天担心你那么久。”江毅回过神来：“没有，我哪敢呀？我就知道我老婆是对我最好的。”说话间，他的眼神却心虚地飘向主卧。我故意吓唬他：“怎么了？你屋里藏人了？”江毅刚好一点的脸色又灰白了起来。我不想听他解释没用的屁话，于是先他一步开口：“哎呀，瞧你这样子，逗你的。我家里有点事需要我回去一趟，我就先走了。”路过他身后的江雨柔，我还颇有深意地内涵了他一句：“小秘书也在，麻烦你今晚好好照顾江总了。”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回到家，我心满意足地躺在房间里，不用围着男人转来转去，这样悠闲的时光我好久没有享受到了。就在我思考着明天去哪里逛街时，我电脑上的监听软件发出滴滴的提示音，我顿时来了精神，起身坐到电脑面前，打开监控，就看见江毅正和江雨柔坐在床上说着什么。我调大音量后，二人密谋的声音传来，即使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，可亲耳听到，我的心还是像刀剜一样疼。尽管我的心里已经坚硬如磐石，可生理性的眼泪还是顺着脸颊滴落。我稳住心神，专注起来去听二人的谈话。怎么回事？江毅，你不是说他不会再回来了吗？你都不知道今天上午他的样子，就是在和我炫耀。江雨柔故作不满地吐槽着，身体却还是诚实地靠在江毅身上。江毅皱起眉头：“我真的没有骗你，你等着，我现在给王哥打个电话问问。”王哥就是跟江毅串通好贩卖骨髓的黑心人贩子。电话接通：“王哥，昨天发生什么了？人我已经给你带到了呀，你还说呢？知不知道上面的罪人了？这是最近行不通了。”王哥骂了一声说：“啊，那你答应我的钱呢？”江毅着急地追问：“什么钱不钱的？人都没在我这，这是黄了，别来找我了。”嘟嘟嘟，王哥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江毅脸色难看地握着电话：“怎么会这样？没有钱公司怎么办？”江雨柔轻柔地用手抚摸上江毅的脸，安慰他道：“哥哥，我今天问过公司的财务了，他们说最起码还能撑1个月。至于筹钱，我相信你最有能力了。这次没卖成，大不了再卖他一次。”很快的，屏幕中的江毅就放松下来，二人又开始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我冷着脸点击了保存视频。本来我没打算动江雨柔的，
我一直觉得出轨的根源在于男人。如果江毅非要出轨，那么他身边可不止江雨柔，还会有王雨柔、李雨柔。可听到刚才的话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不止一个人想置我于死地。好，江雨柔不是喜欢卖吗？这笔账就也记在他头上一份。这2天一直想着怎么报复渣男渣女，差点忘记公司这一茬了。刚毕业时，江毅其实根本找不到工作，以他那种心比天高、实际不学无术的性格，是办不成大事的。可那时的我心疼他，又处处为他着想他的自尊心，于是偷偷用了家里的关系安排他进公司。现在的公司会出现经济周转问题，其实在我意料之内，本来也没打算让他做出什么成绩，只希望我们有情人能终成眷属。这次本想着偷偷帮他度过这次危机，在我们结婚后和他说明一切，没想到来了这么一出戏。我打电话给公司了解了下情况，才知道公司已经被搞得乌烟瘴气了。之前我招进来的比较有成绩的老员工，很多都是主动离职，因为江雨柔在公司只手遮天，巴结老板成为了一种流行风气。我听得头疼，让汇报工作的人先闭上了嘴，联系原来的老员工到我名下的另一个 X 公司来，并跟他们说明情况。还有，不用再对接任何工作给江毅，这个公司我不要了。这件事情记得保密，先留着这个公司做戏给他们看，其他业务全部都转移走。终于交接完工作，已经是晚上1点多了。我下楼见父亲竟然还没睡，于是我走上前去，弯腰趴在他的肩膀上。老头，这么晚还不睡啊？你这丫头没大没小的，怎么了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你不一样啊，我想你老得慢一点，一直陪着我。我将脸贴了贴他的脸，父亲放下报纸，仔细地看了看我，怎么觉得我们小初变得不一样了？长大了，知道关心我们了，不用你操心我们，只要你开心健康，我和你妈就满足了。我鼻子一酸，忍不住抱住了他。嘿呦，刚说完已经长大了，怎么还像个小姑娘一样？我没说话，只是紧紧地拥抱住这个真心为我的小老头。公司的事情暂时解决了，及时制止了更坏的发展。我还偷偷监视了江毅的手机，防止他再打电话联系其他人。江毅最在乎的，无非就是他的事业和面子，我偏要从他的弱点下手。已经快到了江雨柔所说的还能撑1个月。江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毕竟没有钱，怎么和他的好妹妹在一起呢？江雨柔也不是个省油的货色。之前江毅是江老板的时候，每个月都花掉几十万去哄他的白月光，如今入不敷出，江雨柔没少和他闹脾气。渐渐的，白月光也慢慢变成了负担。江毅脸上愁容不止，无法分出精力来哄江雨柔，竟然也开始想起我这个糟糠妻来了。最近这1个月，我也一直在营造公司收益不好，连饭都快吃不起的假象。江毅每天馒头配咸菜，好不可怜，而我每天则看心情决定是否救济他一顿。这天晚饭，我在家吃饱喝足后，又带着剩饭剩菜来找江毅。我还破天荒地买了几瓶他最爱的酒。江毅对着残羹剩饭狼吞虎咽，我觉得有些恶心，越来越怀疑自己怎么会喜欢上这种人。不再看他，我开了瓶酒递给他，就这样喝了起来。酒过3巡，江毅看我的眼神也多了一丝深情来。林初，当初创业是你陪在我身边，现在我落魄了，你依旧没有放弃我，有你在真好。我巧妙地躲开他想上前捉住我的手，开始表演起来。我们在一起6年，我不陪你，谁陪你呢？这句话真假参半，
一半是当初真心爱过他的林初，一半是现在从地狱爬出来的林初。江毅，其实之前去酒会的时候，于老板你知道吗？他偷偷要了我的联系方式，说一晚5万。大家都知道于家是除了林家之外排名第2的富商。不为人知的是，当家老板玩得特别花，很多资产也都来路不明。这次我可以一石二鸟，也为林家铲除一个竞争对手。真的吗？你愿意为了我去吗？小初，我眼中的温柔逐渐转为冰冷。我当然愿意才怪。眼前的江毅已经瘫倒在桌子上，我给李管家打了个电话，李叔，这边已经就绪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现在不过晚上10点，夜生活刚刚开始。我来到约定好的地点，李管家已经在前台等我了。对视后，我款款走到台上，大家已经到齐了。上次婚礼的事情真的很抱歉，这顿饭希望大家尽兴而归，是我们江老板请客。台下已经有人拍手叫好，也有人问为什么江毅没有露面。我压抑住眼底的兴奋，开口道：大家不必担心江毅，这次邀请到场的还有公司的所有员工，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支持，公司才终于度过了难关。江总让我先给你们看看公司最近的情况。说着，我身后的屏幕缓缓开启，可映入眼帘的哪里是什么公司情况？只见2具身体交缠在一起的身影一下子映入眼帘，全场哗然。我假装不知情的在台上慌乱的解释，可大家早已经被画面吸引。渐渐的，画面进入高潮阶段，2人的脸随着动作露了出来，正是消失的江毅和于老板。这件事几乎尽人皆知，江毅完全颜面扫地，安眠药的剂量很足。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手机消息已经爆炸了。我特意起了个大早，守在江毅床边，期待他的反应。江毅看到消息后，也可能是因为昨天折腾得太久，整个人翻了个白眼，几乎晕厥。我立刻打了他一巴掌，将他扇醒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要去医院。江毅眼眶乌青，几乎咆哮着说：不知道啊，是江雨柔说你已经安排好了可以赚钱的法子。老公，咱们已经没有钱去医院了，你醒醒吧。我弯腰趴在手臂上，晚1秒我就要笑出声了。江雨柔呢？让她给我滚过来。她最近好像一直在约会。是的，我最近安排了一位发小，也算是个小老板，打算玩玩他。江毅脸色更黑了，我却硬要火上浇油。怎么了，老公？人家小姑娘也该到了谈恋爱的时候了，你也不能让她一直为公司效劳吧。这次她终于彻底昏死过去，任凭我扇了几个巴掌也没醒。再次见到她已经是3天后了，这几天她似乎更瘦弱了，完全没了之前意气风发的模样。但江雨柔又回到了她身边，听说是当天晚上江毅报了警，但被于老板拿钱私了了，这也算变相的卖了。我心情好得很，不是喜欢卖吗？看谁卖得过谁。2人似乎已经和好，可殊不知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。在得知江毅得到一笔赔偿金后，我立刻让发小对江雨柔冷淡了起来。不出所料的，江雨柔立刻回来继续吸江毅的血。对比瘦弱不堪的江毅，我却显得光彩照人。重生到现在，我每周都会做美容项目，闲暇时刻也会去健身。比起上辈子一心为男人付出的我，现在的状态像是回到了大学刚毕业的时候。看到我后，江雨柔眼里蹦出嫉妒的神色。嫂子，不是我说你，江总为了公司操劳成这样，你还有心思打扮自己？不知道的以为要开始找下家了呢。我也不生气，
只是微笑着看向他胳膊上的包，是最近刚出的新款。看来江毅为了他花掉了一大半卖屁股的钱。怎么，江小姐这包包看起来也很不错呀？是有新公司要重用你，还是用了江总的血汗钱啊？你……江雨柔背对，立刻委屈地看向江毅，而江毅则像是被提到了伤心事，黑着脸呵斥江雨柔：“够了，闭嘴吧，还嫌不够乱吗？”随后，他气愤地离开了。望着他蹒跚的背影，我心情愉悦到极点。有这些滋养我，心中的恨意已经消减许多。可是还不够，我要更多。事情发酵到现在，更没有公司愿意和江毅合作了。大家都在背地里嘲笑这位昔日的黑马选手，上次的血汗钱也逐渐花光。江雨柔又开始三心二意起来，没了金钱加持，再好的感情也如同一盘散沙。被背叛的痛苦，加上事业受到阻碍的压力，已经把江毅折磨得快要疯了。他开始整日酗酒，甚至动手殴打江雨柔。这天，我又一次借口外出工作补贴家用，实则躺在我柔软的大床上，从监控欣赏狗咬狗的画面时，二人又一次争吵起来。江毅狠狠扇了江雨柔一巴掌，怒骂道：“我当初怎么看中你这么个玩意？林初都知道补贴家里，你就知道管我要钱。”江雨柔也不甘示弱，现在你又觉得他好了？我告诉你，江毅，我跟着你不是为了吃苦的，你自己没本事怪女人做什么？毫无疑问，这种扎心的话又迎来更重的打骂。我有些疲惫，因为这些内容几乎每天都会上演，我有点看腻了。刚想关上电脑，就听见二人贼心不死的商讨要卖掉我的房子。我顿时竖起了耳朵。这房子是我当时送给江毅的，上面写了我们俩的名字。现如今，他终于要对他下手了。屏幕中，江毅深情地幻想着林初那么善解人意，一定会理解我的。等我东山再起，会把这个房子买回来的。我呼出口气，打通了一个电话。可能是倒霉太久，这次的江毅很快联系上一个房产中介，对方还承诺房子到手可以立刻把钱打到他的账户上，但他要求江毅去接他们过来看房。江毅被冲昏了头，没有细想就带着江雨柔出去了。他们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带了人来到房子，不经过我允许就要买我的房子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我拿起锤子，疯狂地砸向家里的每个角落，直到它成为一片废墟，过去的所有记忆都看不见了。我有预感，我马上也能结束这荒诞的感情了。江毅带着我安排好的中介回来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。他和江雨柔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，来不及解释，中介按照我的指示狠狠地揍了他们俩一顿，理由是用毛坯房欺骗他，耽误做生意的时间。江毅虽然疑惑不解，但也理亏，而被折腾到现在，他也没有力气再去报警了。躺在一片废墟中，江毅发着高烧，愣愣地看向天花板。会是林初干的吗？自从那次他从医院回来后，一切好像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就在我已经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再折磨江毅时，李管家拿着一个化验单递给了我。我看后大喜，是林母配型成功的单子。又一个计划在我脑海中出现。我回到了毛坯房，江毅已经快被烧糊涂了。我拿出退烧药塞进他嘴里，好半天他才悠悠转醒。见他醒了，我立刻擦着眼泪哭道：“老公，咱家这是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在外面得罪了人？今天工资全都用来给你买退烧药了。小初，每次我落魄的时候，都是你陪着我。”江毅眼中竟然生出几许感动来。“老公，你是不是
白血病晚期了。我捂住嘴，防止自己笑出来。江毅皱了皱眉头，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讲，这事其实是骗我的。我痛苦地摇头，转身跑了出去。来到外面后，我又一次拨通了电话。江毅躺在床上，脑海中不禁回想起林初因为自己的病情而伤心欲绝的样子。没想到这个女人是真的爱自己。大学毕业后，本以为不可能再找到真爱的江毅，选择了看起来较合眼缘的林初。可没想到自己的白月光竟然在去年又回来找到自己。他犯下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可没想到林初还是对自己不离不弃。想到这，江毅眼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闪烁。很快的，江毅接到一通电话，是许久未见的王哥。喂，最近生意又能做了，你还缺钱吗？江毅眼中燃起希望的火花，病似乎都好了一半。我缺，王哥。不过这次我能换一个人吗？停顿了一下，江毅小心翼翼地问出口。王哥似乎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，我也没有想到。不过我示意他接着按照台词说。那还是老样子。王哥看了我一眼，硬着头皮回复。我回到房间，江毅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说，我们很快就有钱了。我知道这次的他放弃了江雨柔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的计划不会改变。很快到了要给江母做手术那天，我假意带着江毅也前往了医院，说是给他检查身体。到了之后，我才开口说出目的。老公，有人愿意为你捐骨髓，你进去手术吧，钱的事情不用你操心。江毅心里大惊，但还没来得及开口，瘦弱的他根本挣脱不开，便被医生拉了进去。手术过程十分顺利，江母很快便被抽干了骨髓，永远地躺在手术台上。至于江毅，我只是安排医生给他打了麻药，睡了2个小时。终于等到他苏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欣喜地拉着他的手说道，老公，你得救了，医生说你没事了。江毅将信将疑地被我半推半就地拉到太平间，你一定要亲自来感谢这位好心人。没想到他会挺身而出。江毅此时疑惑得很，自己确实这次决定卖掉江雨柔换钱，可自己明明没事，怎么？可这些疑惑他只敢在心里默念，不敢说出口来。望着眼前被白布遮盖住的尸体，不知怎么的，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，打开它吧，打开它，一切将会水落石出。江毅走上前，伸出手掀开白布，只见他猛地后退一步，跌坐在地上，张开嘴巴好半天才吐出一个音节来。妈，江母代替我死了。江毅落得个半疯的下场。我把王哥和江毅的最后一次通话记录转发给了江雨柔，至于他会怎么对待江毅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是我之前收集的出轨证据和事件，将会出现在他以后每一次找工作时的档案里。伤害我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也应该向前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